大家有冇發現一件事？有啲老人家日子過得安安穩穩，手上唔算大富大貴，但每個月啲銀紙剛巧高時，心入面好踏實，個人要精神。但另一類人就完全唔同，明明一世人啃啃狠狠，唔賭唔亂使，對自己又好慳，對屋企人仲要盡心盡力，偏偏啲銀紙好似細沙咁，點抓都抓唔實。今個月新領到推銷金，下個月就某端端爆出好多額外使費，呢度要借助周轉，超過度要貼補下人，水電煤樣樣加價，自己又生遠，見唔到人開口求助，三下五除二銀紙就冇晒。你係咪覺得自己命入面缺財，又或者怪自己唔識打理銀紙？其實都唔係。好多老人家晚年存唔住錢，唔係收入少，亦都唔係自己懶，只是日常生活入面有好多睇唔到嘅漏窿，一日一日將財氣慢慢寫走。老一輩嘅智慧有句說話講得好透徹，一個人晚年過得好唔好，唔僅止睇銀行戶口入面有幾多數字，更要睇自己啲氣順唔順，心安唔安，對銀紙嘅態度清唔清醒。有啲人存折數字唔算少，但每日一睜開眼就覺得心頭大瀉，壓身腦入面淨係掛住賬單同瑣碎事，廚房有個好多一層櫃入面塞滿冇用嘅雜物，門口亂到好似雜貨鋪，一踏入門就想嘆氣。呢種窮唔係荷包空，係心入面塞到實一實。你話呢個係咩？其實係你住嘅屋企每日入眼嘅雜亂，日積月累積成一股後人嘅濁氣。銀紙喺呢種環境根本留唔住，兩夫妻亦都好以為銀紙嗌交，越諗越覺得冇落腳之地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嘅唔係咩複雜風水陣，唔使大錢裝修，更加唔使請人上門睇方位，只需要大家喐下手喺兩個特定位置放少少鹽，鹽呢樣嘢夠晒普通啦。家家戶戶廚房都有，煮餸要用，清潔都要用，老一輩仲成日攞佢擦鍋底散走壞氣。傳統講法入面，鹽唔係主財神器，佢更似一個提醒，提醒你將個心定落嚟，睇清楚自己對銀紙嘅諗法，守住屋企入氣口嘅通暢。你首先願意將屋企打掃乾淨，重新擺正對銀紙嘅心態福氣，先會慢慢翻埋嚟揾你。所以跟住落嚟，請大家先做三件事。第一，喺留言區打一句我願意守好財氣，呢個唔係迷信，亦都唔係打幾隻字就會天降橫財，係你同自己講，由今日開始我唔會日日追住銀紙跑，亦都唔會俾銀紙逼到喘唔到氣，我願意用更安穩清醒嘅心態迎接屬於自己晚年嘅財氣同福氣。第二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，訂閱唔係幫我完成任務，係俾你自己一個提醒，每日都記住要惜福守財。第三，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後面有個好緊要嘅提醒，好多人放咗鹽，但完全唔留意鹽嘅變化，亦都唔識順便清理個雜物，疏通屋企空氣，令間屋變得光亮通透。如果做法錯晒，碗鹽只是一個空殼，根本幫唔到你理順財氣。今日分享我會慢慢同大家講清三件事。第一，究竟邊兩個位置最容易漏財？第二，少鹽要點樣放先唔會白做功夫？第三，睇到最後你會明白更深一層道理，真正留得住財氣嘅唔係一碗鹽咁簡單，而係一個人點樣打理起居，點樣對待手上嘅銀紙，點樣珍惜自己嘅福氣。大家要知呢樣嘢後生嘅時候未必順，到咗晚年就慢慢體會到生氣唔定，個人一亂，銀紙自然跟住亂。你會發現有啲人收入其實穩定，但亂七八糟現額使費不停流走，抽屜塞滿過期，單據書櫃堆住食唔晒嘅餸，買咗嘢又唔記得擺邊，轉頭又再買多份，手機合約冇睇清楚，餘無端扣錢，細筆數日積月累就變好大開支。仲有啲人日日話要慳錢，但內心太過緊張，一見到超市打折就搬一大堆翻屋企，商場有優惠就瘋狂囤貨，最後堆到過期要掉，呢個係另一種破財。古人講變則通，係要勞動先有生機，係殺句唔通，喺人體就會變病痛，喺屋企就會變雜亂，喺銀錢上就會入得辛苦，出得飛快。錢財好似流水，要有入水口，亦都要有地方停留。如果屋企到處塞實雜物財氣，一日撞住濁氣怨氣，點會安安分分，了解我事業為主觀堂嘅章節，70幾歲一世人極度慳，每一筆錢都記賬，一毫子都唔敢亂使。表面睇應該好事出錢，但佢成日同人訴苦，話唔知點解越慳越窮，越窮越心慌。後來個女返屋企幫佢執屋，先發現全屋都係舊單據舊信紙，陽台堆滿冇用嘅雜物，廚房台面擺滿瓶瓶罐罐，門口鞋櫃仲壓住一疊萬行信紙。
佢話呢啲舊嘢話唔定仲有用，唔捨得掉，但呢堆咱們30間屋住入面個人點會生唔塞？個女冇叫阿媽買任何招財物件，只係陪佢將過期嘢清走，分離晒單據，擦乾淨廚房，油膏收好雜物之後，喺廚房同門口各放一碗乾淨鹽。過咗一陣間，屋睇落冇翻天覆地變化，但阿媽話自己個心唔再咁慌，買嘢之前會先諗清楚，唔會因為見冇得用就亂囤貨。你睇真正改變嘅唔係屋企大細，而係個人嘅諗法變得清醒，破財嘅壞習慣自然慢慢減少。第一個要放鹽嘅位置，廚房唔單止煮餸嘅地方，係一間屋養命氣最煙火嘅核心。碗入面有飯，鑊入面有火，代表呢間屋仲有溫度，有三餐溫飽嘅福氣。對好多老人家嚟講，間屋再舊都冇所謂，只要每日仲可以煲一煲湯，煮一餐飯，個心就踏實，覺得個家仲喺度。但如果廚房長期積滿油膏，雜物亂塞，財氣亦都會變渾濁。有啲人將有袋賬單亂抌廚房，刀具同碗碟堆埋一齊，灶台周圍油漬滿滿，垃圾桶仲擺喺腳邊，咁樣嘅廚房煮出嚟嘅唔止餸，仲有一家人嘅臭氣，火氣太重，濁氣積聚，眼皮氣厚，一爆臭，一傾到醫藥費、生活費。夫妻仔女婆媳之間好意愛交，傷着和氣。廚房屬火，火要溫和，唔可以過旺，火太盛就燒走安寧。財氣需要溫和滋養，最怕被火氣怨氣沖散。喺廚房放鹽唔係咩法術，只是一個簡單動作提醒自己呢個位係養財嘅地方，要清爽安定，少啲怨氣，多啲和睦，做法唔使複雜，揾一隻完整冇崩裂嘅細瓷碗，白色或者淺色係最好，唔使名貴。乾淨最緊要，帶住誠意，都要普通食鹽或者粗鹽，裝到7-8分滿就得，唔好堆到尖頂，將碗擺喺灶台附近，但千祈唔好貼實明火，梗唔會易貼到遠離垃圾桶嘅位置。灶台左手邊有乾淨平穩位，可以優先擺，但安全同清潔永遠放第一位，唔好為咗所謂方位整到自己跣到。有啲長輩會喺鹽旁邊放一整粒蒜頭，純粹民間生活小習慣，提醒屋企人頭腦清醒，唔係轉運法寶，只是小小提示。蒜頭要定時更換，鹽要保持乾爽，唔好放成年唔打理。再講一個荃灣嘅古仔，有位阿伯退休之後最煩就係銀紙永遠存唔住，每個月推銷當一到手，唔係幫細仔交保險，就係買文具俾孫仔，又或者有親戚嚟借錢周轉。佢太太日日喺廚房煮餸，一邊炒一邊抱怨，鬧佢心腸太軟，屋企銀紙點都守唔住。後來個女返屋企幫手之時，先清走廚房過期存貨，擦淨灶台，換晒乾淨碗碟，再喺廚房放一碗鹽。阿伯初初覺得呢啲小動作冇用，但企就企喺廚房變得清爽之後，太太煮餸時少咗好多怨氣，兩公婆可以心平氣和坐低計數，分清每月必有開支同埋因為生意亂偷出去嘅錢慢慢落嚟，銀紙冇突然變多，但無端端攞走嘅細額是非少好多，心中怨氣亦都減輕。你睇廚房就係養財嘅根本，唔係擺件物件就會突然暴富，而喺呢度係你日日生火煮食支撐成頭家嘅地方。廚房乾淨，煮餸嘅人心就清心清，清盈之時語氣就柔和，屋企少咗爭吵，財氣就唔會日日被怨氣燒走。第二個要放鹽嘅位置，門口。玄關氣候，香港好多單位面積細，未必有正式玄關，但只要開門第一眼見到個區位，海櫃側邊門後小台面右門第一個轉角，全部都係可以打理嘅氣候位。門口係成間屋嘅正氣位，外界消息機遇人情往來同財運，全部都由呢道門繞屋。門口清爽，一踏入門就舒心；門口雜亂污濁，一繞屋就覺得壓抑內咗，個人好易犯抽。好多家庭門口係最易漏財嘅地方，海亂擺一地，快遞箱堆地面，信件隨手攤，鞋櫃頂堆滿銀行信，水電賬單優惠券每日開門，第一眼就見到雜亂，個心自然沉重。成日覺得銀紙壓力大，擔子重，一入屋就泄晒氣，財氣點肯入來。喺門口放少少鹽，等同幫呢個正氣候加一層清淨提醒，唔係擋住財運，反而提醒自己唔好將外界煩惱全部帶入屋，出門亦都唔好心慌意亂。每日見到呢碗乾淨鹽就問自己一句：今日門口這是好未？舊賬單分好類未？冇用過贈本清走未？呢啲實實在在嘅功夫先係接得住財氣嘅大氣。門口放鹽，同樣用一隻完整乾淨細碗，鹽裝7-8分滿，擺喺海櫃頂小層架或者門邊平穩高處，千祈唔好放地下。地下易受潮易貼翻，積滿灰塵，屋企有細路或者寵物就要擺高啲。
避免撞邪是专某品文外机，就用透气浅色细布袋装小小眼放角落，但都要定时更换，唔好一摆唔理。我听过一位据深水埗阿婆分享，佢一个人住退休金唔多，但本应告时最大问题唔系缺钱，而是日日心头惶惶，门口堆满旧纸袋、报纸同银行信件，鞋柜积满灰尘，每次开门吹风入来，都觉得日子越晚越重。后来孙女返来帮手清走，杂物分类单据插进鞋柜，再摆一碗细盐。吃破话干呕毛病大，眼疾亦都冇突然增加，但每次开门個心順好多，夜晚瞓得安穩，日頭亦都唔會慌慌張張亂囤日用品。呢個就係守財嘅起步，財氣需要入氣好，福氣又要攞腳地。一道光亮通暢嘅門口就好似同外界所有好運講，我準備好啦，以清醒感恩嘅心態迎接你。講完廚房同門口兩個位置，跟住一定要講三個規矩，好多人淨係擺碗鹽求心安。但角落堆滿雜物鹽，放半年唔換，甚至受潮發黑結塊都唔理，咁樣只是自欺欺人。一裝鹽嘅器皿一定要完整乾淨，唔使買貴瓷碗，普通白瓷碗就得。但千祈唔好用崩口有裂痕嘅碗，器皿象徵圓滿。你想守財，卻用破損物件承載，內心根本唔重視呢件事。環境唔可以敷衍，唔可以冇心，再平凡嘅碗，乾淨就有安定氣場。再名貴個擺件，骯髒破爛只會添亂。二眼唔好裝到滿滿謝謝，做人太滿一朝損耗，碗裝太滿水會溢，財富溢都一樣，塞到實驗室就冇空間積納新財氣，7、8分滿剛剛好，留少少空位提醒自己，做人講說話是 NG 都要留餘地，好多破財唔係大戲造成，而係做人太硬頸，心腸太軟，幫人幫到自己冇退路，碗入面留空位就係提醒晚年唔好逞強。記得分寸三放鹽嘅位置要乾爽光亮，通風唔可以一邊想煮菜，一邊將鹽擺喺垃圾桶側邊，或者塞喺舊賬單雜物堆入面，鹽唔係當災神器，只係提醒你保持清淨。如果周圍堆滿雜物，第一件事唔係放鹽，而是清雜物。傳統家居智慧永遠離不開腳踏實地打理生活，清多一項雜物，心就靜一分，心靜一分，銀紙就少亂使一分。各位老友，你哋有冇試過明明好努力儲錢，但總係無端端爆出大額開支，電器壞要換，突然要睇醫生，人情紅包推唔開，仔女需要貼補，一件接一件，令你覺得財氣永遠向外流唔住。如果有呢種經歷，不妨喺留言區講下自己嘅遭遇，唔使怕唔好意思。好多老人家都有同樣心酸，講出嚟唔係抱怨，係等自己睇清楚銀紙點樣流走，自己個心被咩嘢牽住走。超多長者跟住我分享之後，都會重新審視自己生活。放完鹽之後要點樣觀察幾時要換鹽？有幾種情況代表呢？碗鹽已經完成作用，見到鹽受潮結塊，色澤變暗發霉，碗邊污糟，唔使心慌，平常心處理就得。民間講法，鹽有巧氣嘅特性，變濕結塊，多數代表那個位濕氣重，空氣唔流通。就算拋開傳統說法，單純生活常識，鹽吸潮自然會變硬，可以體現你有通風清潔呢個區位。千祈唔好因為識少少鹽，繼續擺住受潮結塊嘅舊鹽喺度守財，唔可以吝嗇到講。舊嘅污濁之氣要散走，舊日嘅焦慮要放下，破財壞習慣亦都要慢慢改掉，換落嚟嘅舊鹽用紙包好乾淨抌掉，唔好倒翻落煮餸嘅鹽罐，唔好覺得浪費，要循環使用，根據抹乾淨放鹽嘅位置，完全吹乾之後再換新一碗鹽，正常1個月更換一次鹽，如果好快受潮結塊就提前換，一旦弄髒一都計時換，唔好勉強，每次換鹽都當一個小小儀式，同自己講，舊日嘅慌張願意雜亂，我願意慢慢放下，往後日子我以清淨心態面對。隨着放鹽，仲有一個輔助小動作，時機好緊要。如果近期屋企成日愛交，突發大額開支，有家人身體唔舒服，又或者踏入下半年想重新整理運勢，可以用少少鹽水拖地下，做法簡單，一桶清水落一小撮粗鹽，唔好太多，由屋企最入面慢慢拖到門口，唔係要趕走任何嘢，只係將積落嘅濁氣煩惱漏出雜氣慢慢清出。門拖地時唔好一邊拖一邊鬧，唔好心中怨恨屋企人唔孝順，連累自己餘怨。屋企濁氣越重，反而心平氣和去做間屋先會清爽。拖完開窗通風未必即時天降好運，但個人一定會舒服好多。長期困喺潮濕雜亂怨氣重重嘅屋企，再好嘅機遇出現，
你都冇精神积聚，反击间屋刚健通透，心中有空间，先会头脑清醒，分得清边啲钱值得是边啲人情，要识拒绝边啲忙，唔可以乱帮。讲到呢度有重点提醒，放盐唔只系起步，如果摆完盐仲保留3个漏柴，坏甲关才系依然漏唔住。第一个坏甲关，屋企塞到密不透风，样样旧嘢都唔舍得掉。老人家塞物系美德，但师傅唔等于困住自己。旧单据、胶带、报废电器，样样都话此地有用。最后干欧并较货仓对物本个执念其实反应，对过去个放不下，清走一件冇用杂物腾出一个角落，等同为自己内心腾出空间，迎接新福气。第二个坏习惯，月经某钱讲述话越重，显而出口伤眼。好多家庭唔卖空，而是一清银几就伤感情。拆老人家经仔女唔够用，经自己大病，经另一半乱使钱，经晚年无人照顾，一开口就满是忧愁同埋怨。你以为是关心，但听个眼直感受到压力同怒火。直追击一家人，一日用怨气谈论，怨气积聚，财气自然被冲散。下次清开支时放软语气，唔好用恐惧心态管钱，唔好用暴躁守财。第三个坏习惯，分唔清需要同恐慌。好多人买嘢唔系自己要用，只是内心恐慌，惊唔加生惊，将来冇得用紧。为人话自己孤行，一见到优惠就疯狂收货，听人讲好用就乱买，最后对门户用唔用银纸越实越紧，银纸好似手入面个沙，你越恐慌，握得越实，漏得越快。真正是惜财嘅人，每一分钱都使得清醒安稳。使还健康上面唔好吝啬自己个基础，要守住底线，唔好因为人情生云，一气过掏光所有储备，晚年守财。最緊要係識得分寸，各位老友，傳統智慧最珍貴嘅地方，從來唔係淨係教表面小技巧，而係引導我哋審視自己個心，而唔可以散做黑，但真正守住自身黑權嘅係你自己。超文可以擺喺黑後，但最大嘅財位其實是人生心亂，財位就亂，心滿怨氣，腹黑就薄，心貪錢財就易散，內心平和清淨，腹黑自然慢慢回流。呢啲唔係因果恐嚇，只係講俾你知。種下滅心態就收穫滅生活，一日滋生怨氣，屋企自然爭吵不斷；一日活喺恐慌入面，屋企雜物自然堆積；一日心懷感恩，珍惜福氣，先有地方落腳。一碗鹽唔可以一夜之間令你暴富，長久嘅財富係滿你學會唔好同命運較勁，唔好同身邊人計較，唔好用銀紙證明自己，唔好被恐懼操控自己守財，唔係做守財 ，no 唔係死死摸住銀紙唔肯使，而係保持清醒，頭腦發熱時唔亂消費，人情壓力下唔亂借錢，只買剛需用品，唔會因為恐慌囤積一大堆閒置雜物惜福，係珍惜每一餐溫飽，珍惜一家人和睦相處，珍惜自己仲有力氣執事干歐，珍惜身邊仲有可以好好傾偈嘅人，唔浪費什麼，唔輕視細額銀紙，唔好貪平做虧身戲，更加唔好為銀指令至親反目，一日做好小事就係一日惜福。所以今日講嘅一碗銀，真正意義唔係求橫財，而係求安穩，唔係一夜大富，也係每日少一分損耗，多一分清醒。廚房放鹽提醒你守住屋企溫和煙火，少油垢怨氣，多和睦暖意。門口放鹽提醒你迎接財運之前，先清走門前雜亂，掃走心頭煩憂。圈要定時更換，屋企要日日清潔，個心要時常平復。呢個就係滿年真正嘅守財智慧。怕 game 時就記住3句口訣：廚房守火黑，門口接財氣，碗要完整乾淨，身要平和安定。屬於你個福氣先會慢慢靠近，用完整乾淨細紋引裝7、8分門，擺喺乾爽光亮品穩位，唔好放地下，唔好貼垃圾桶，唔好啃明火。銀一旦受潮結塊或者滿1個月就包好掉棄，重新換一碗新銀。記住，放鹽只係外在小動作，真正要改變嘅係屋企入面嘅雜亂，講說話嘅語氣同對待銀紙嘅心態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首先就恭喜你，唔單止聽完一段分享，仲俾咗自己一次機會重新擺正對銀紙對馬年生活嘅諗法。一碗銀當然唔會聽日就令你發達，但佢會時刻提醒你屋企要整潔，內心有安穩氣場，要平和福氣，要珍惜。當你願意動手執拾廚房，整理門口，放緩說話語氣，調整消費習慣，你個財氣已經向好嘅方向走。對好多老人家嚟講，當下最緊要唔係追求大富大貴，而係安穩知足。
银纸刚巧够使病痛少啲，屋企和睦多啲，仔女少抽身，夜晚可以一覺瞓天光。呢個就係晚年難得嘅富貴。真正嘅富貴唔係眼前風光，而係夜深人靜時內心唔慌唔驚，手上每一分銀紙都使得清楚，處得安心。願大家由今日開始唔好忽略廚房同門口兩個首席位置。廚房乾淨一分，財富清晰一分；門口整齊一分，財氣順暢一分。碗入面備好鹽，個人底氣穩一分，心念一轉，福報就進一分。人到晚年最高明嘅活法唔係同人攀比風光，而係識得守財惜福，識得用銀紙養身體，識得用寧靜滋養晚年，識得看淡攀比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起迎接安穩財氣，不妨喺留言區寫下我願守好財氣，當作同自己同未來個溫柔約定，唔係貪心求暴富，只係盼望晚年過得安穩順利，多福氣。如果近期你都有群聚情嘅煩惱，屋企某一個角落長期雜亂，又或者不停爆出意外大額使費，都可以喺留言區分享，我會留意大家留言，往後分享再詳細拆改。點名有家居細節入手、守財氣、留福氣、避開五行破財、壞甲官，亦都麻煩各位幫手點讚、轉發俾身邊有需要嘅親友，訂閱頻道開啟提醒，等我日日用家常大白話陪大家看透人情冷暖，吸起守財惜福，行一條安穩清醒、福氣滿滿的晚年路。